你赔我老公的命！陈主任，陈主任，你为什么故意给病人用坏了的氧气面罩啊？你胡说！今天手术用的那个氧气面罩，分明是你拿给我的，是你！杀人！你杀人！不是！就在10分钟前，我的同事朱有良和病人家属徐丽丽一起给我做局，诬陷我害死了病人。陈医生，快救救我老公！病人情况紧急，立刻进行抢救。陈主任，你这个。病人明显有中毒迹象。不好，病人因为缺氧身亡了。抱歉，病人没能救回来。我老公死了，我老公被陈华害死了！不是，我老公他刚刚明明还有救，是你故意害死了他！不是这样的，病人是因为中毒外加缺氧才死亡的。明明是你故意给病人用坏了的氧气面罩，怎么能说是中毒呢？周医生，你大家快来看呐！就是这个庸医陈华，故意害死了我老公！病人死在了你面前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打死那个庸医！朱有良把他故意拿错氧气面罩，害死病人的责任全推到我头上。众人在徐丽丽的挑唆下，生生打断了我一只手。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因为只有你死了，主任的职位才是我的。因为啊，只有毒死我那个废物老公，我们才能拿到那100万的赔偿金。我要去告发你们！想告发我们，下辈子吧！给老子去死吧！我重生了。我竟然重生到了病人送来的10分钟前。这2个畜生竟然联合起来给我下套，这次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惨痛代价。陈主任，我去准备手术用的那氧气面罩了啊。朱副主任，我记得你以前从来不管这些事儿，今天怎么这么周到？那不是那氧气面罩，那是保证手术顺利的关键。一旦一会儿病人用得上，重生一事，看来你还是想利用氧气面罩害死病人，再嫁祸到我头上。陈主任，你可得小心，某人用个什么假冒伪劣的氧气面罩来糊弄，到时候再出什么问题。你放屁！我警告你啊，别乱说话。我说的有问题吗？
上次你利用医疗器械吃回扣的问题还没调查清楚，谁知道这次心里有没有憋着坏？一个实习生，你懂什么呀你呀？小心点儿，祸从口出，再摔个大跟头。大家快来看呐！就是这个庸医陈华，故意害死了我老公，还想推卸责任。病人死在了你面前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打死这个庸医！上一世就是因为没有证人，被他们诬陷，有口说不清。这次我要给自己找个帮手。小张这个人为人耿直，又和朱有良不对付，是个好帮手。校长，听你这么说，我也怕那个朱有良在我的氧气面罩上动手脚。要不你来帮我准备手术前那些东西？没问题，陈主任，我肯定不会像他那样拿有问题的面罩糊弄你的。那就多谢你了，以后你转正的事儿我会多多出力的。陈主任，你怎么能让一个实习生给你准备那么重要的手术仪器啊？年轻人嘛，多给一点机会了。咱俩都搭档那么久了，我准备的不比那实习生准备的靠谱。人家陈主任都没说什么，你凭什么不让我准备这些东西？该不会心里憋得坏，被我说中了吧？你放屁！你别乱说话啊！你再乱说话，我让你在医院混不下去。哟，急了！哎，你什么身份？人家陈正主任都没说什么，你一个副主任在这冲什么大头？你，陈主任，这个手术面罩是那么重要的东西，你说一旦出了事谁负责呀？出了事我扛着。陈医生，快救救我老公，他好像快不行了。果然病人有被投毒的症状，我一定要提前准备解毒方案。陈主任，你赶紧去给患者准备手术去呀！当然，小张，我们走。丽丽啊，那个氧气面罩我没换成，我给你那个药他吃了吗？放心吧，我呀是看着他吃下去的。哎呀，那就好，就我给他开的那个用量呢。你老公今天死定了，你说陈华找一个人帮忙又有什么用呢？这口害死病人的锅呀，他背定了。病人心律微弱，立即开启氧气器。周有良，前世你弄坏面罩害死病人，又将责任嫁祸到我头上。这次我不用你的面罩，看你还怎么害我！陈主任，病人不行了，校长，拿除颤器。等不及了，必须立马给病人解毒。病人心率恢复正常，这都能救回来。陈主任，您不愧是我们医院的金牌主任。这样治手术是监控损坏，陈华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躲过一劫吗？今天傅卫成不死也得死。那不是手术室电闸的方向，难道他还贼心不死？还好今天联系了外科，提前修复了监控设备。病人各项生命体征还未真正稳定下来，随时会有危险，不能耽误。坏了，陈主任，病人各种医疗器械全部停止运行。不好了，病人心率下降，他快不行了。周有良，
既然你执意要害我，那我就好好陪你们演一场大戏。没想到朱一郎他这么不是东西，竟然想把害死病人的罪名扣在你头上。按照我说的，你现在就将病人秘密送去 ICU。校长，我们做医生一定要有良知。放心吧，陈主任，我一定会把事情办妥的。周有良，这次我看你们还怎么害我！医生，病人情况不太乐观。什么？永义，丧尽天良的永义，大家都来看呀！你死了我老公，我要你偿命！我还没有宣布抢救结果，你怎么就确定你老公已经死了？还是说你希望看到你老公死？我没有，我当然是希望我老公他能好好的活着。可关键是现在病人已经确定死了，就在刚刚，你的手术台上。大家快来看呐！就是陈华这个医生害死了我老公还不承认，现在他同事都出来作证了，我看今天你该怎么狡辩？上一世，他们就是联手诬陷我，煽动群众，指使大家将我打死，随后他们两人将我害死。我没有推卸责任。这个医生我认识，好像还是他们医院的金牌主任、良心医生。看来呀，真是人心隔肚皮。明明都把病人给治死了，现在证人都在这儿，还在这儿睁眼说瞎话，以后谁还敢来这医院看病？对呀，今天失去亲人的是我，可以后就可能是在场的各位了。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安心的治疗环境，今天我们必须让陈华这个庸医付出代价。大家一起动手按住他，这种人必须让他血债血偿。大家冷静点，快冷静一点呀！你害死了我老公，今天你必须给他偿命！根本就不是我。我打听过了，你是附近远近闻名的良心医生，我才把我老公的命交到了你手上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你居然狠心害死了他！跟这种害人性命的庸医有什么好说的？大家一起动手废他！大家别信他，我根本就没有害死她老公。陈华，到现在你还在推卸责任，要不是你用了坏了的氧气面罩，那病人会死吗？是啊，周有良，你就这么确定我给病人使用了坏了的氧气面罩吗？看来小张那个废物看到我出了人命，已经吓跑了。这下没人能给他作证。我确定。你说我使用了坏掉的氧气面罩，可是我跟病人无冤无仇，我为什么要害他？是啊，他没必要平白无故背一条人命。陈华，同事一场，本来想给你留点体面的，但既然如此，我也就不隐瞒了。各位，这个陈华表面上看上去敦厚老实，其实是一个人面兽心的败类。我实名举报，我院主任陈华多次猥亵患者家属徐丽丽，不止一次在我面前炫耀，说睡了徐丽丽，还扬言要害死她老公，将其占为己有。太可恶了！这种龌龊的人根本就不配当一名医生。今天必须让他给病人家属一个交代。朱有良，你胡说八道！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徐丽丽怎么可能忍到现在？她一个女的被人猥亵了，怎么好意思到处张扬呢？陈主任，之前你就对我动手动脚的，
我为了治好我老公，我对你一忍再忍啊！可我没有想到，你居然能害死了他！你个草菅人命的畜生，去死吧！住手！我有证人，我有证据，是徐丽丽自己害死了她老公，与我无关。我怎么可能会害我自己的老公呢？没想到啊，你这么无耻！你都害死了徐丽丽的老公，你还在这颠倒黑白，恶人先告状。没错，人家怎么会害自己的老公呢？因为她在外面有奸夫，所以她才要必须害死她的老公，再赖到我的头上，这样才能得到一笔意外赔偿金，又能跟她的奸夫双宿双飞。该不会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吧？你还真别说，这年头为了骗保杀妻灭夫的可真不少。陈华，你为了摆脱罪名，你故意诬陷我。我跟我老公感情好着呢，我们两个才刚刚度完蜜月，我怎么可能会残害他呢？那你敢拿出你老公的保险单给大家看一看，是不是买了高额的意外险？大家都别信陈华，徐丽丽为了给她老公治病，身边能借钱的亲戚全都借过了，现在都用手机开始借网贷了，她怎么可能害她老公呢？朱有良，人家是病人家属，你是医生，你怎么对人家问亲戚借钱这种事儿都这么了解？看来你们的关系很不一般呢。一般问亲戚借钱这种事可不会往外传。是啊，网贷这么不光彩的事情，没道理连医生都知道吧？当然是陈华告诉我的呀。他喜欢徐丽丽，所以一直暗中关注徐丽丽。他跟我说这些也是为了让我帮忙出主意，害死她老公。我以为你说着玩儿，没想到你这么狠毒，害死了病人。为了自己的龌龊心思，残害无辜的病人。各位，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庸医给赶出医院，不然以后来这个医院看病的病人岂不是都要被他给祸害了呀？大家一起上，打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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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手！我能证明陈主任是无辜的。你们这群人是不是不带脑子？怎么听风就是雨？今天这场手术我全程都有参与，陈主任一直尽心竭力的在救治病人。该死，这个废物怎么又回来了？年轻人还真是冲动，小张要是把这群患者家属惹恼，就不好收场。小张，大家现在只是一时不清楚事情的真相，你先别太激动。陈主任，有些人你就不能惯着，明明不是你的错，这么重大的罪责，凭什么要你来担着？再说了，朱有良是什么人，我再清楚不过。我告诉大家，朱有良又是一个投机倒把的小人，他在我们医院不止一次的吃回扣，而且还偷换伪劣药品。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病人都是因为你们主任使用了损坏的氧气面罩死在了手术台，没出来呀。损坏的氧气面罩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场手术的面罩是我亲自准备的，是完全符合规定的新型面罩，根本不可能出事。你一个实习医生，年纪轻轻，你有资格参加这样的紧急手术吗？我看呀，你跟陈华你俩就是一伙的。哎，小伙子，你这空口白牙的，证据呢？这就是证据，就是证据。我们医院有严格的规定，每场手术前的所有医疗器械必须有严格的出库证明。我手上的这张单子就是徐丽丽老公手术用到的所有器械，其中就包含了我今天领取的新型面罩。该不会是我们错怪陈医生了吧？朱有良，小张已经拿出了证据，证明面罩没有问题。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？那可能就是我记错了呗。
哎，但是这个病人是你治死的吧？啊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手术的时候，手术室突然停电。那么重要个地方，怎么可能随便断电呢？一定是你切断了电源，害死了病人。朱有良，你可真能胡扯！那我问你，这次手术的主刀医生是不是你？是。这次的手术方案是不是你出的？是。那我再问你，明知道手术室断电，没有及时供电停止手术的人，是不是还是你？也是。听听，大家都听见了吗？连他自己他都承认了。陈华呀，我就是因为相信你的医术，我才让我的老公专门安排了你的手术。你非但没有治好他，你还害死了我老公。现在病人身亡是事实，陈华逃脱不了责任。害死了病人，还要说什么？求求大家，求求大家替我做主啊！让我老公他在天有灵，能够瞑目。大家不要在这听他胡搅蛮缠了，事实根本就不是他说的那样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想推卸责任，不知悔改，今天必须让你付出代价。打死他！大家都冷静一下。你们有所不知，当时手术室确实是断电了，但是切断电源的人并非是陈主任，而是另有其人。这里监控作为证据。到底是谁要害死病人？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正如你们所看到的，自始至终想让病人死，都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朱有良。之前都被他骗了。那不是我干的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我这个监控有造假的痕迹，这绝对是 AI 生成的假视频。大家想想看啊，如果他陈华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视频，那他为什么不早拿出来？怎么能现在才拿出来呢？啊，对，这个视频一定是假的。就是这个陈华，他杀完人想找一个替死鬼，那用来栽赃我的。可是这视频看起来不像是合成的呀。对呀，不管什么原因停电的，我老公不还是死在了你的手里？发现停电，你为什么不赶紧处理？害死我老公的罪魁祸首，不还是你吗？你就这么确定你老公今天死在了我的手术台上？哼，就算是今天没有断电，以我给他下毒的伎俩，我老公他也必死无疑。对，不然呢？你害死我老公这件事是板上钉钉的事实。陈华，你别扯那些有的没的。徐丽丽老公的死就是因为你没有及时通电造成的。没错，陈主任确实是在断电以后没有启动应急电源，那是因为主任怕朱有良又搞一些阴暗的手段，趁着室内昏暗的间隙，让我把病人转移出来，并且成功救活了徐丽丽老公。老公，这没死，不可能！我刚刚明明看到他咽了气，他怎么活过来的？我明明给他吃了那么多毒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是鬼！这个老公，要害你的人是他，你为什么要打我呀？你放屁！明明是你要毒死我，现在还得冤枉人家陈医生。这些年我对你掏心掏肺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喝，也要给你最好的。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没有。老公，是他陈华设局害你呀！他
他先是换了你的氧气机，然后又给你下药，为的就是害你的命，不是我。现在病人都自己开口说话，你还想把罪名安在我的头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谁要害死这位大哥啊？难不成是他老婆要害他？事后再刚给陈医生吗？有些人还真的是别有用心。大家放心，我已经报警了，相信很快就能看到真相。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，你肯定是刚醒来神志不清，你记错了，你老婆怎么会害你呢？是啊，老公，我怎么可能害你呢？都是他，你千万不能听他的，他就是想挑拨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。来医院的路上，我明明糊糊就听见你说你给我服了毒药，还要让我去死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没有，老公，你千万不能相信他说的话，他就是想摆脱罪责，才故意要陷害我的呀。人家陈医生尽职尽责呀，之前我住院的时候还替我垫过医药费，这么热心肠的一个人，他能害我吗？你还有什么不可解释的？那是因为他想让我从了他，所以他才给你免了医药费。你说什么？你胡说！我之前连你的面都没有见过，怎么可能对你做过那种事情？大哥，您肯定是误会你老婆了。我之前亲眼看见陈华在手术室里面对你老婆动手动脚的，他还说了，等你死了，你老婆就是他的人了。血口喷人，我从来没说过那种话。要病人死的是你。大家都别相信他呀！就这个人处心积虑的想害死病人，就这种人哪能留他在医院里面做主任呢？难不成真的是陈医生要害死他？刚才这大哥不是说看见他老婆要害死他吗？你这天底下哪有老婆会害死自己老公啊？肯定是这大哥记错了呀！那可不一定，有的人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大哥，你呀，大病初愈，记忆有一些紊乱，在医学的角度是说得通的。所以说，只有一种可能，肯定是你记错了。真正要给你换毒药的是陈华，他想害死你，然后霸占你老婆。你别信他，你已经亲耳听到了是谁要害你，记忆没有那么容易出问题。老公，这么多年以来，我对你是一心一意的，我为了你，从来不让别的男人多看我一眼，更不让别人碰我一下。可现在呢，我差点都被他给玷污了，我现在都觉得我对不起你，我都不想活了呀！你看你老婆多爱你呀，你就忍心让陈华这个人欺辱你老婆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你害我也就算了，你还敢玷污我老婆，我打死你！老公，你要是还想知道真相的话，就别轻易相信他们的话，你马上就能看到证据了。我没有，老公，你千万不能相信他说的话，他就是想摆脱罪责，才故意要陷害我的呀！把刚才朱有良拿的那个氧气面罩去拿。这一切都是朱有良和你老婆搞的鬼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是他提前去检查了那些仪器，而且还极力反对，
各种理由不让我待在旁边，肯定是怕事情败露。我刚才趁乱又去检查了那些仪器，这个就是朱有良手术时要给病人用的氧气面罩，足以证明要病人死的就是他。他当时极力劝说我用这个坏了的氧气面罩，就是想在手术室直接要了你的命。这纯属栽赃，我就不知道这个面罩是坏的。那个面罩放时间长了，它很有可能自然开裂的。你把大家当傻子吗？上面这个断口明显是有人用剪刀剪开的，包括今天他非要我亲自来做这场手术，也是他们提前设计好要嫁祸给我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我。你们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，谁说的是假的？老公，你要相信我，我那么爱你，我怎么可能会去害你的命呢？我是真不知道这个面罩是坏的，那我们是无辜的呀。对呀，老公，再说了，我也没有要害你的理由呀。谁说没有？我现在就给你们一个理由，因为他们两个早就有奸情了，所以你必须死。我还有证据能证明他们两个有问题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医生，救我！哎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教训我老婆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出来！这里是医院，不能随便动手。丽丽，你没事吧？人家自己的家务事儿，你这么着急干什么？心疼啊！你们为什么这么亲密啊？我是一个医生，我不愿意看见有人受伤。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个医生？有哪个医生会想方设法害死病人？她是你老婆，她那么担心你，那么在乎你，刚才给你哭的那么狠，你就忍心冤枉她？你还打她？你是人吗？我那么爱你，我每天起早贪黑的照顾你，我生怕你的身体生了什么病。前段时间你生病了，我每天都跑到医院里去看你。你呢？这现在竟然不相信我。你每天来医院是想看他死没死吧？只有他死了，你才能拿到100万的保险赔偿金。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的感情，这么多年，都抵不上他一个外人污蔑我几句吗？会不成，我真的是对你太失望了。老婆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没搞清楚就，我不该打你。眼下的情况对我不利，这样再拖下去，迟早会露馅儿。我必须尽快糊弄过去。没事，既然我老公现在身体没有什么危险了，那陈医生是我冤枉你了，我给你道歉行了吧？我不接受你的道歉。今天这一切都是他们两个设计好的。你别信他的，那他心里就没憋好屁。他们就是想你杀了我，我死之后你去坐牢，这样他们这对就能顺利的在一起。你是想问我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，对吗？魏富城那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废物农民，那天生就是给我当垫脚石的命。跟他在一起这么久，
还以为我真的爱他呢。我呀，只不过是看上了他的拆迁款而已。这样，他们一个去死，一个坐牢，就再没有人打扰我们。他们的原本计划是想让我杀了你，我去坐牢，但没想到你活了过来，所以现在只能引导你杀了我，你去坐牢，到时候得意的还是他们这对贱人。我们是清白的。小梁，哎呦，天哪，小梁，你没事吧？疼不疼啊？啊！你们现在都敢当着我的面拉拉扯扯了！傅成，我就是怕你冲动，误伤了这无辜的人呀！你给我松开！那你答应我，不再动手了，好不好？你，我说你怎么最近不回家住呢？是不是一直都在跟他在外面鬼混？老公，这是蚊子咬的，跟别人没关系。你还敢狡辩？魏富成，我那么的爱你，为了你，我当初拒绝了多少优秀的男生的追求，你现在就为了这么一点点小事，你竟然怀疑我对你的忠心，你真的是太过分了！这一切都是陈华的阴谋，他就是害人不成，反过来诬陷我们俩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之前你住院那段时间都是徐小姐一个人在照顾，我经常看到陈主任跑去你病房，然后抱着徐小姐死活不让她走。你怎么能帮这种人渣说话？老公，你千万不能饶了他呀！对了，那次我在病房外偷听到陈主任说，嫉妒你们两个感情很好，问到底怎么样徐小姐才肯跟他在一起，还说要找机会让你去死。小蔡、小徐，我平日里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们，你们怎么能这样恩将仇报？现在这么多人证能证明陈华对你老婆心怀不轨，你怎么还不相信呢？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在骗我，还敢跟我老婆动手！你给我去死！我有证据，证明他们两个才是要害死你的真凶。就是这个监控画面。老公，你要相信我。死到临头还要嘴硬。你们两个相互勾结，破坏氧气面罩还嫌不稳妥，又提前给病人下毒药，想置他于死地。监控视频在这放着，你们两个人鬼鬼祟祟，明显就是在密谋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没有，老公，那是当时我跟朱医生，我们在聊你的病情，我们怎么可能会害你呢？你听我解释。去不了人，合起伙来害我，是不是？这一段视频那证明不了什么，这一段是证明不了什么，大家继续往后看，很快就能证明是他们两个想要谋害病人。我让你准备的那个。监控画面怎么没了？朱主任好。哎呀，小强，辛苦你了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，这是我守着就行。谢谢主任。
监控画面怎么没了？哎呀，就这么半段没有声音的视频，当不了证据。他竟然去删了监控，真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不过还好，我提前做了另一手准备。陈华，今天就是你想谋害病人不成？为了掩人耳目，自导自演的一出戏。本来同事一场，我想给你个机会，没想到啊，你竟然卑鄙无耻的反过来诬陷我和徐小姐。我现在就正式举报你陈华贪赃枉法，利用职务之便换了病人治疗心脏病的药物，病人的病情得不到控制，魏富成今天的病危根本原因就是这个。你为什么偷换了我老公治疗心脏病的药？我老公他身体本来好好的，前几天就是吃了你开的药，身体状况越来越差。原来是你偷换了他的药，你这简直就是谋财害命！我什么时候换过病人的药？你们两个当真是为了诬陷我，什么谎话都编得出来。我能证明，私自调换病人药品的不是陈主任，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。你们别相信他们，他们俩平常就好的跟穿一条裤子似的，现在有事儿了，他当然帮着陈华开脱。我最近本来心脏就没有什么问题，确实不应该突然发病。你仔细想想，你拿到药单之后，药根本就不经过我的手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换药，而真正好动手的是徐丽丽啊！老公，我没有，我只想让你健健康康的活着，陪着我。不，我老婆这么爱我，根本就不可能换我的药。这分明是他们两个提前商量好了，在这一唱一和，演戏给你看，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作为一个医生，你连病人救命的药都敢做手脚，你真是好狠的心呐！你为了霸占别人的老婆，你真是什么卑鄙的手段都使得出来。老公，你可得替我做主啊！哼，看来今天真相大白了，你就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。你胡说！我从来都是根据病人的病情来开具药包，从来没有偷换过任何一个病人的药。你说我偷换药，那证据呢？谁说我没有证据？这个就是证据，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陈华给魏富成开的是美托洛尔治疗心脏病的药，但魏富成拿到的是什么药？我给他开的是什么药，他拿到的就是什么药。是你们够了！让病人拿出来，我就知道了。我不懂这些是什么，大家帮我看看，这是什么药？这根本不是什么美托洛尔，这就是普通的维生素。这的确是维生素，但这绝对不是我动的手脚。我给你开的是正儿八经的美托洛尔。我说为什么这2天感觉心脏突然不舒服？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！我根本就没有机会换你的药，况且我是你的主治医师，如果我想害你，我根本就不用救活你。如今我老公的药的确被换成了维生素，这是在场的大家都看到的，你还有什么好抵赖的？这肯定是误会。我来医院这么多年，听到最多的就是大家对陈主任品行的夸奖，他不可能拿病人的药品来开玩笑。早就听说有的黑心医生会偷医院的东西，没想到真让我给遇到了。偷点别的东西就算了，连病人救命的东西都不放过，这跟故意杀人有什么区别？这就是陈华给魏富成开的药物单据，这上面是你自己签的名字。我倒要问问你，上面明明写的是美托洛尔，为什么到手变成维生素了呢？
我没有给他开过维生素，药房的药物出具记录能证明我说的话。这上面是你自己亲自签的字，白纸黑字。事到如今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说是我做的这些，那你的单子是从哪里来的？从你办公室的抽屉里呀。陈华，事到如今了，你还想抵赖呀？前一阵子你跟我说缺钱，想从医院搞点药出去卖，我以为你也就搞点感冒药什么的，没想到啊，你连病人救命的药都敢动啊！陈华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以为你能瞒得下去吗？每天药物出库都有严格的备案记录，只要去药房的电脑查一下，就能证明我给病人到底开的是什么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，还敢诬陷我老婆！我杀了你！住手！私自倒卖药品这么大的事儿，不能随便冤枉人，必须去药房调查清楚。那我们就去药房查清楚，也让他死个心服口服。这次他们说的没错，今天你确实是因为被换药才突然发病。你现在是终于承认了，这一切都是你做的了。清者自清，我没做过的事，凭什么要承认？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今天在做手术的时候，的确发现病人这几天没能服用正确的药物，但这一切不是我做的，而是他们两个在医院外密谋，将病人的药调换，让他今天心脏病发作，然后同时再给他服下毒药，将他害死，栽赃到我的头上。不是的，老公，我每天关心你喝的药，那是因为我关心你的身体，我绝对没有要害你的意思啊。宝贝，我已经将我那个废物老公的心脏病药换成了维生素了。等到他病发了之后呢，我再给他喂点毒药，然后就立刻送他过来。等他做手术的时候，我再给他动点手脚，保准让他死在陈华的手里。院长，我们医院出事了，有人勾结家属，想要害死病人。什么？我现在人在外地开会，我马上赶回来。好的，院长，我现在就去搜集证据。你们自以为计划天衣无缝，只不过被我从中搅了局，这才被迫将换药的罪名加在了我的头上。神经病！我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病历单上是你签的字，写着美托洛尔，到手却是维生素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。是啊，老公，你可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，他就是在故意挑拨我们的感情，想让你误会我，然后他就能够顺利的得到我，你可千万不能让他得逞了。我之前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好医生，可你却一心想让我死，还三番四次的污蔑我老婆。我能证明我说的，我这有录音。魏大哥，陈华今天还要趁你昏迷的时候，在病房强行霸占徐丽丽，要不是我拦着，徐丽丽现在已经失去清白了。之前我没有说这件事，那是因为我担心他不好好的给你做手术，现在我也没什么好顾虑的了。你看，这个就是他陈华弄上去的。你胡说！什么时候碰到过你？明明是你们两个在医院不顾影响做那些不堪入目的事，还想赖在我的头上。老公，他之前死死的抱着我，我怎么都挣脱不了，他还用他的手一直摸我，还当着你的面想要把我的衣服给脱了。要不是朱医生及时赶到，我都不敢想。呸！你别听他说的，我这有录音。你别想着骗我！你冷静点，千万别动手，你会坐牢的。他们就是想看我们两败俱伤。少在这扯淡！
我今天就算是搭上我这条命，我也要弄死你！宝贝，我已经将我那废物老公治疗心脏病的药换成了维生素，等到他病发了之后呢，我再给他喂点毒药，然后就立刻送他过来。等他做手术的时候，我再给他动点手脚，保准让他死在陈华的手里。这下你明白了吧？为了拿到100万保险金，从一开始就想让你死的，就是他们两个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没有，老公，是陈华，是陈华他诬陷我的。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想抵赖到什么时候？这段录音是假的。那现在网上有好多那个人工智能网站都可以随意更改声音的，这一定是他想嫁祸给我们，提前伪造的。对，没错，一定是陈华，他伪造了我们两个的声音，他想让你误会我，他就是看我一心一意的只爱你一个人，他嫉妒你，所以他想毁了我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既然你说我的录音是假的，那你敢跟我去药房调出你老公的药物出库记录吗？那药房的药物出库记录呢，都是保密的。你一个小小的主任，你有什么资格去？我没有资格。那院长呢？听陈主任说，这里有人谋害病人。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！竟然是院长！早就听说人民医院的院长秉公无私，一心只为人民，这眼里更是容不下一点沙子。陈华偷倒药品，竟然还敢自己主动找院长来，他疯了吧？宗院长，你可算来了。这个陈华，他仗着是咱们医院的金牌主任，将病人治疗心脏病的药换成了维生素，导致病人今天差点病发身亡。院长，是他们两个相互勾结，先是割断氧气面罩，又在病房里用毒药，想要害死病人。院长，你可千万不能相信这个杀人犯说的话，他陈华就是想占有我，没有得逞，他就把怨气撒到了我老公身上，差点就害死了我老公。是他们，徐丽丽想要得到一笔保险金，朱永良嫉妒我在医院的主任职位，他们两个换了病人的药之后，一起诬陷我。院长，要害死我老公的是他陈华，是人家朱医生及时发现了异常，然后及时出手，才挽救了我老公的性命。我要是晚几分钟发现，咱们医院的声誉就全葬送了。这全是这个陈华害的，必须严惩。这件事性质恶劣，宗院长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陈华这种黑心医生，如果一直在这里任职的话，以后大家谁还敢来这儿看病啊？小陈，他们说的情况属实吗？院长，公道自在人心，我说再多都没有用，去药房调出当天药物出库的记录，就可以真相大白。好，我现在就是调查警。虽然你平时一直表现都很好，我也很看重，但是这次的事件呢，性质十分合理。如果查实是你所为的话，立即报警，严肃处理。永良，万一陈华真的调出了药品的出库记录，那我们岂不是露馅了？你放心，今天值班的小江是我的人，他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只要咱们坐实了陈华偷盗药品的罪名，他就是有100张嘴，也难逃罪责。
院长好，主任好。保密器的权限已经开通了，你把4天前魏福成的出库药品的明细调出来。好的，院长。把魏富成的药品出库信息改成维生素。愣着干什么呢？调信息啊！是。你要是还想顺利转正的话，就必须按我说的做。小江，你应该知道，药品出库是非常严格的信息，出不了半点差错。小陈说的没错，药品出库的信息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，否则责任你可担当不起啊！还不快点改信息！信不信我把你在床上伺候我的视频发到网上？小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你不要害怕，大胆说出来。院长在这里会给你主持公道的。是。没有。好了，院长，这就是魏福成上次住院时所出库的药品清单。我说的没错吧，院长？就是陈华偷换了病人的药，才让病人差点病危死亡的，否则……陈主任开具出库的清单药品，这不都是治疗心脏病的梅克诺韦吗？没有什么维生素啊！你这个该死的婊子，敢违抗我的命令，以后我会让你生不如死！院长，我想辞职。为什么呢？这不干得挺好吗？抱歉，院长，我必须得辞职。小朱，你不要举报陈主任吧？这个不存在你说的问题呀。那可能是我误会了，我现在正式向陈华主任赔礼道歉啊！不好意思，道歉就不必了。我的问题确实是误会，但你的问题不是误会。有什么话你可以大胆的上诉。哎，院长，那陈华与我素来不和，他肯定找机会栽赃陷害我。您我问你了吗？我这个人向来都赏罚分明，有问题解决问题。陈主任都能坦坦荡荡的接受调查，你有什么心虚害怕的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不怕，我这个人做人做事啊，问心无愧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院长，你有所不知，病人的药确实被换成了，但不是我做的，而是他们。不是你胡说，我从来我也没……你给我闭嘴！朱有良和病人家属相互勾结，将病人的药换成维生素，故意让病人病危，然后再给病人下毒，害死病人，再伪造成死于心脏病的样子，这样就好让我这个主治医师背黑锅。嘿，你少胡说，我根本就没有。你给我闭嘴！心虚了吧？我在抢救病人的时候，朱有良更是故意给我破坏了氧气面罩，想害死病人，嫁祸在我的头上。我救活病人之后，朱有良又故意将抢救时的电断掉，想让那些抢救仪器停止工作，这样就好让病人顺理成章的在我手里死掉。幸好我及时将病人送到了 ICU， 成功抢救了过来。院长，你可千万别听他瞎说啊！明明就是他想害死我老公，是人家朱医生拼了命才救回我老公的。到底是谁救了你？我记不清了。你记不清没关系，我手里有能让真相大白的证据。你所谓的证据，
就是那个没有声音，只有一段的监控视频吧？就是，你是想用一段没有头没有尾的监控视频来证明我跟朱医生有什么？证明我们两个在聊天？还是证明我们两个认识啊？我看今天啊，你就算了吧，今天就把这个事儿当做一场闹剧，就此了结。那恐怕要让二位失望，今天这场还真就收不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早就知道你们两个会在监控上动手脚，所以我提前在医院的走廊安放了一台摄像机。这台摄像机是市面上最先进的。你们说了什么？如何谋划害死病人，又做了什么？全都被记录得一清二楚。潘主任，这个监控录像在哪里？带我去看看。陈医生，如果今天真的是他们两个人设的局，我一定让他们生不如死。所有录制的视频证据都在这里。宝贝，我啊，已经将我那个废物老公的心脏病药换成了维生素了。哎，等到他病发了以后啊，我再给他喂点毒药，然后啊，就立刻送他过来。等他做手术的时候，我再给他动点手脚，保准让他死在陈华的手里。要是让这个视频曝光，我肯定要去坐牢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被公之于众。小李，电脑给我用一下。你干什么？你把那罪案交出来！你给我住手！你这叫做贼心虚！凡事都得讲证据，现在视频没了，你们谁也治不了我的罪。陈华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你永远斗不过我。原来真是你！你这个疯子！从今天开始，你被解雇了。老子他妈不干了！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大不了换一个医院。恐怕你哪里也去不了。我的摄像机每隔1分钟就会把视频上传到我的手机里，毁掉内存卡没用，毁掉内存卡没用。被骗，我弄死你！来人呐，把他俩给我控制起来！是院长。别动我！别动我！宝贝，我啊，已经将我那个废物老公的心脏病药换成了维生素了。等他做手术的时候，我再给他动点手脚，保准让他死在陈华的手里。走！我整死你们！干什么？住手！我们接到举报，这里发生一起谋杀案，请各位配合调查。警察同志，这2个人多次谋划杀害病人，我这里有证据，稍后我会把其他证据一起送到警察局。人证物证俱在，把人带走。陈华，不是我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警官，等等，我要举报朱有良，他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威胁强奸我。所有相关证据我都已经整理在这里。被告人朱有良犯故意杀人罪、强奸罪、贪污倒卖药品罪，数罪并罚，决定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被告人徐丽丽犯故意杀人罪、
判处有期徒刑20年。陈主任，陈主任，以前都是我的错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不想死，我求求你饶了我，求求你。陈主任，我知道错了，都是他朱有良怂恿我的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害人呐，陈主任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放我出去吧！你们不怕因果，执意害死病人，不断煽动群众嫁祸给我，就应该想到有今天这报应之祸。陈主任，陈主任，陈主任，